日本川崎重工军工造假，连潜艇都敢骗。从神户制钢到川崎，日本军国们碎成了渣。灵魂拷问：日本心心念念的军国们，居然被自己人给戳破了？你曾经追捧的日本制造、工匠精神，会不会只是包裹军国野心的遮羞布？就在12月26号，日本防卫省一纸处分炸翻全网，暂停川崎重工招标资格2个半月。原因震撼全网，造假，而且是给日本海上自卫队造的潜水艇发动机，公然篡改燃油效率数据，连国防重器都敢动手脚，这背后藏的可不是商业欺诈，更是日本军国野心的致命漏洞。今天咱们来扒透这盘大棋，从川崎重工的军工骗局到日本制造业的系统性崩盘，为啥失信的国家再狂的野心也终是泡影？新来的家人们先跟上节奏，老粉快速过一遍核心猛料。12月26号，日本防卫省官宣处分川崎重工，暂停招标2个半月。这已经是日本官方对日本军工企业最严厉的处罚之一。但懂行都知道，这根本是罚酒3杯。当天川崎就认怂，发了补充报告。不仅8月份曝光的673台民用船舶发动机数据是假的，就连给海上自卫队造的潜水艇发动机燃油效率数据也是篡改的。简单来说，民用骗钱，军用骗国家。可能有家人觉得改个数据而已，大错特错。潜水艇靠啥生存？靠隐蔽性跟续航力。燃油效率数据造假，意味着实际续航可能远低于设计标准。战士一旦在海底没油，它就是活靶子，动力输出数据不准，关键时刻追不上，逃不掉，直接危及全艇舰员性命。更讽刺的是，川崎8月刚承认民用造假，发誓整改，结果3个月不到，军工造假就被揪出来，这哪是疏忽，分明是把造假当成行业标配。而川崎可不是小作坊，是日本军工体系的顶梁柱。日本的战斗机、导弹、潜艇大半都有它的影子，它一造假，整个日本国防工业的根基都得晃一晃。说到这儿，必须搬出老祖宗的智慧。管子有云：信者国之宝也。诚信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。左传也说，失信不立。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，丢了诚信就站不住脚。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跟国运绑在一起。战国时商鞅立木为信，才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根基。反之，那些无信、欺上瞒下的政权，再强势也迟早崩塌。反观日本，一边喊着工匠精神，一边让军工企业公然造假，一边想着靠军事扩张原军国梦，一边连自己的国防重器数据都要篡改，这根本就是违背了国无信不兴的基本道理。可能有家人会问，日本不是一直想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吗？搞自主军工吗？没错，搜索数据显示，日本国防预算已经连续涨了12年，2024年还在拼命推动军工出口，跟英国、意大利联合研发战机，就是想靠军工的崛起来撑起他的军国野心。可连最基础的发动机数据都造假，这样的军工体系能撑得起他的野心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。所谓的工匠精神早就成了日本掩盖造假、包装军国野心的遮羞布。接下来咱们按时间线来扒，你会发现川崎军工造假不是个案，是日本制造业积重难返的必然，更是他军国梦的致命硬伤。咱们先从2017年的神户制钢造假案说起。这起案子早就给日本军工造假埋下了伏笔。当时日本钢铁巨头神户制钢被曝光，把大量不合格的铝、铜制品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全球，涉及汽车、铁路、航空航天，还有最关键的军工行业。更吓人的是，后续调查发现，日本自卫队的飞机、导弹、装甲车辆，甚至发射的 H2A 火箭都用了神户制钢的问题产品。想象一下，导弹里的钢铁部件还不达标，发射时间可能直接爆炸；战机的铝制结构强度不够，飞行中可能解体。当时日本经产省还嘴硬说，暂时不影响使用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神户制钢一开始还想狡辩是个别部门的行为，结果查出来是全集团系统性造假，子公司、一线工厂全参与了，受影响的企业多达数百家，
这起丑闻第一次让全球看清日本制造的品质神话是假的，连军工核心材料都敢掺假，它的军国野心从根儿上就带着豆腐渣属性。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几年，日本企业的造假丑闻简直是摁下了连发键，而且越造越离谱，越造越靠近军工核心领域。2021年，三菱电机的造假刷新下限，长崎一家工厂从1985年就开始伪造检验数据，一骗就是36年，涉及8.4万台列车空调跟空气压缩机，2成出口到美国纽约、英国伦敦、德国地铁。地铁里空调压缩机不合格，可能突然停机，引发乘客恐慌，极端情况还会导致电路故障、火灾。三菱电机的造假把风险撒到了全球普通人的生活里，但你以为这只是民用？错，三菱电机也是日本军工的重要供应商，负责制造雷达、导弹制导系统的核心部件，连民用产品都敢造假36年，军工产品的质量能靠谱？细思极恐。这背后反映的是日本企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畸形价值观，只要能挣钱，能保住市场份额，不管是民用安全还是军工安全，都能抛到脑后。而且这种价值观恰恰是日本军国梦致命缺陷。一个连基础产品质量都守不住的国家，一个连诚信都能当儿戏的国家，怎么可能支撑起需要极致严谨和可靠的军事扩张？2022年，日野汽车爆出隐形尾气和油耗造假。到了2024年，日本企业造假直接进入爆发期，几乎每个季度都有大瓜，而且是核心制造业。1月份，丰田旗下的丰田自动织机3款汽车发动机数据造假，丰田可是日本制造业的蒙面，连它的核心部件商都造假，整个行业的底线有多低，可想而知。4月份，大型重工企业 IHI 承认，子公司从2003年开始篡改了4000多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，只为了数据好看，能拿订单。IHI 也是军工企业，负责制造战机发动机，民用发动机都敢长期造假，军工发动机的可信度又剩多少？6月份的丑闻更是震碎三观。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，丰田、本田、马自达、雅马哈、铃木5家车企38种车型集体造假，碰撞数据、发动机功率、刹车性能全是假的，涉及518万辆车。大规模召会以后，车企高层就靠鞠躬道歉蒙混过关。更讽刺的是，2024财年，丰田全球产销量双降，日本国内产量下降 2.2%， 销量下降 1.6%， 直接被造假丑闻拖累。9月份更离谱，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跟货运公司居然在列车车轮安装时造假，列车车轮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，每一次造假都可能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。而这些造假全是持续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行业潜规则。日本经济新闻自己都急了，评论说日本制造业工匠精神的丢失令人担忧。但这哪里是丢失呀，分明是从根上烂了。而制造业是军工的基础，基础烂了，日本的军国梦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。现在回到川崎重工的军工造假，这起事件其实是日本制造业系统性崩盘的总爆发，更是他军国梦的破局点。为啥这么说？第一，川崎是日本军工的核心玩家，他的造假直接动摇日本国防军业的根基。日本近年来拼命推动军工出口，想靠卖武器来挣钱、扩军备。2024年7月还把爱国者导弹卖给美军，就是想打开国际军工市场。可川崎这一曝光，军工造假，全球谁还敢买日本的武器？毕竟没人愿意买数据造假的导弹、潜艇，把自己的安全交给骗子。第二，日本的军工体系高度依赖本土制造业，神户制钢、三菱电机、川崎重工这些造假企业，全是军工供应链的关键环节。一个环节造假，整个供应链都受污染。这就像建房子，钢筋是假的，水泥是差的，再华丽的外观也经不起一点风雨。第三，日本政府的监管形同虚设。川崎8月造假，12月才被罚暂停招标2个半月，这种隔靴搔痒的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的作用，连国防重器的造假都管不住。日本所谓的军工自主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。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早就警告过，日本放宽军事限制，推动军工扩张会破坏地区稳定，违背战后承诺。现在看来，不用别人反对，
日本自己的造假企业就先把他的军国梦给戳破。说到这儿，大家肯定想问，日本企业为啥敢这么肆无忌惮？核心是3个致命痛点，这3个痛点也是他军国梦注定要碎的原因。第一个痛点就是军国野心绑架产业，利益驱动压倒一切。日本近年来为了扩军备、推军工出口，政府拼命扶持军工产业，给企业压订单、放政策。企业为了拿到政府的军工订单为了在国际市场抢份额，不惜牺牲质量、篡改数据。毕竟造假成本低，拿到订单的利润更高。川崎重工的潜水艇发动机造假，本质就是为了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扩军需求，同时保住自己的军工订单。这种野心凌驾于诚信之上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。论语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企业逐利没问题，但违背道义、牺牲安全，迟早会翻车。国家有野心没问题，但靠欺诈跟造假来支撑，迟早会自掘坟墓。第二个痛点，军工体系封闭，监管形同虚设。日本军工企业跟政府关系千丝万缕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。很多造假行为，你敢说政府不知道吗？但为了不影响军工扩张计划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加上日本制造业的终身雇佣制，员工跟企业绑定太深，发现造假也不敢揭发，怕丢工作、毁前途。久而久之造假就成了潜规则。而这种封闭的体系让造假行为能持续10几年甚至几十年，直到纸包不住火。第3个痛点，全球对日本制造的盲目迷信，给了他造假的底气。长期以来，很多人觉得日本的东西就是好，哪怕贵也愿意买。这种盲目追捧让日本企业觉得就算造假也能蒙混过关。尤其是军工领域，日本靠着工匠精神的包装，让不少国家觉得他的武器靠谱。这种迷信也让他敢在军工数据上动手脚。但现在谎言被戳破，信任一旦丢失，就再也难重建。这3个痛点带来的危害已经远超制造业本身，直接给日本的军国梦判了死刑。首先，全球信任崩塌，军工出口彻底凉凉。川崎造假曝光以后，原本有意跟日本合作军工的国家肯定会重新评估，已经买了日本军工产品的国家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。日本想靠军工出口赚钱，扩军备，现在成了空想。其次国防工业根基动摇，自主军工成泡影。神户制钢的问题材料，川崎的造假发动机，三菱的假零件，这些都用在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上，连自己的军队都在用豆腐渣装备，还谈什么军事扩张？最后制造业的衰退，国力支撑不起野心。2024年，丰田的产销量下滑，神户制钢、川崎重工的信誉受损，导致日本制造业全球竞争力下降。制造业是日本的经济支柱，支柱倒了，拿什么支撑每年上涨的国防预算？拿什么搞军工研发？这就是失信的代价。孟子离楼章句上，诚者天之道也，思诚者人之道也。诚信是天道，追求诚信是做人治国的根本。日本违背天道，丢弃诚信，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，都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曾经质优价廉的日本制造名片，现在成了造假泛滥的耻辱柱。曾经被吹上天的工匠精神，现在成了掩盖野心的遮羞布。全球消费者对日本制造的信任度极度下降，很多企业采购时避开日本产品，这就是丢失了诚信的下场，也是日本军国梦破碎的必然。